时间来到了5月初，咱们北国的春天终于热闹起来了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紫色的花，叫Periwinkle。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花是非常的好扦插。我2天前吧，我就是把它剪了一些，然后扦插到旁边另外一个地方去。这个带花朵扦插的，2天过去了，这个花朵好像都还开着嘛，这个说明它这个根系其实是非常发达的。虽然是当时是扦插的时候连扯带拔的，但现在是中午差不多12点钟左右，这个花有点蔫了，我等会儿可能得给它浇点水，也不能太虐待它了。然后请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家这个郁金香，红色的郁金香。那风信子已经是尾声了，给我剪了很多。这个是我本来的意思是要把这个红色的郁金香全挖出来，和那边栽在一块儿的。当时就是秋天的时候挖，也没有挖得很仔细，然后就留了几个。本来是想这一簇全给这个粉红的，这个粉红的话，其实单看是更鲜，跟红的在一起就给红的那个抢去镜头。好了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今天请大家看一下我这2颗粉色的大叶绣球。一颗是有保护的，然后这颗是没有保护的，完全没有保护的。经过了去年冬天一个漫长的冬天，而且是挺严寒的一个冬天，现在表现怎么样？去年冬天大家回顾一下啊，咱们这儿是那个5B 区，但是去年冬天是我记得是最低到了零下25-26度。对。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们说一下，我这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大多伦多地区，在那个美国它的 USDA Zone 的话是算第5区，5B 区吧应该是。然后这棵是去年是那个有了保护的，我大概是2个星期前吧，就是把它那个保护都拆掉的时候，这里面已经是有这个绿油油的小芽了，就底下的小芽挺多的，顶上还是坏了一些，给我截掉了一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现在底下冒出了几个小芽，但是刚过来看的时候，2星期过来看的时候这个就不存在拆保护的问题，但是过来看的时候，是底下是只有好像1个小绿芽在那里。但是已经是很高兴了，就是说它没有给冻死有个小绿芽就表示那个根系没问题。哎呦，这个好像是又是哪个小动物给挠下来的一个小芽。这个植物真是不容易啊，就是说经过了大自然的这个风霜雨雪侵蚀，要活过来了，但是小动物又过来烦它了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不是很敢剪太多，因为有的枝条像这个枝条我不敢很确定它是不是活的，因为它这底下的新芽太少了，我就指望着它这个如果是活的话，也能给我开一些花出来。这个绿色的这个是肯定是活的，这个，但是这个到现在现在这天气就都挺暖了，5月初了，它还是这个德性，有可能它是会再活过来的，因为现在到晚上还经常是0度或1度左右的，所以的话它可能慢一点也是有可能的。那慢一点的话，它如果是晚点给我开花的话，那我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无所谓的嘛。这2颗的颜色是完全是一样的，是那种亮粉色的。然后这颗的话就是也是有保护的，这颗的颜色跟其他2颗不一样，这颗是有点那个浅紫色的或很淡的粉色，是有点鲜的。然后完了，我是想把它调成蓝紫色，或者是甚至是蓝色。
我们这边的土那个碱性比较重，然后完了呢，有时候用自来水浇它，它那个自来水其实也是碱性的，所以是如果想调成那个酸性土壤的话，就是还是有挺大的 challenge。我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就，就是比较 aggressive，就是去年冬天入冬之前，我就是把那个调蓝的那个粉剂，以那个粉剂的形式在周围撒了一圈，然后今年春天就2个多星期前，把它这个保护拆掉的时候，又在旁边撒了一圈。从现在这个状况看，就是没有对它有太大的副作用吧。Finger crossed，希望就是它能够，希望这个土壤能够变得酸性大一点，给我开一些蓝色的画出来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家这一棵阔叶杜鹃，叫 PJM。这棵的话，春天它是应该是最早开花的灌木了吧？约2星期前开始吧，就几乎是每2、3天就有不同的模样。那个花苞陆续的慢慢的打开，让我这个园丁还是挺开心的。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盛开，你看还有很多的花苞还在含苞待放，应该再过个4、5天吧，应该就会是全盛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请别忘了给我点赞哦，你的点赞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谢谢，拜拜。